大家好，我是李安，欢迎来到健康知行频道。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这件事，可能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它重要到关乎生命安全，请您一定要静下心来，把接下来的内容看完，因为有些真相，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了，您会看清很多原本被忽视的巨大风险。很多人都有一种习惯，出去旅游，看到景区卖的那些手串、项链，觉得有纪念意义，顺手就买了。家里的长辈总相信带点什么特殊的石头能保健身体、疏通血管，为了给孩子辟邪压惊，也会带个朱砂或者别的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不过是件装饰品，能出什么事呢？但今天我必须严肃地告诉您，您贴身佩戴的某些宝贝根本不是吉祥物，而是一颗颗看不见的定时炸弹，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您和家人的健康。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接下来我讲的都有医学专家的研究作为支撑。咱们先从一个最近发生的真实事件说起。就在前几个月，多个地方的海关和市场监管部门连续截获了好几批从不同渠道进来的所谓保健饰品，检测结果一出来，把现场的专家都惊呆了。有的手串辐射剂量超标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有的项链、耳环里铅、镉、汞这些剧毒重金属的含量高到仪器都报警。您可能会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不是被截获了吗？问题就在于，这些被查获的只是冰山一角，是运气不好被抽检到的，还有无数没有经过任何检测，披着漂亮外衣的有毒首饰，已经通过夜市、旅游景点、网络直播，甚至一些不规范的养生馆，流入了千家万户，戴在了无数人的手腕上、脖子上。您想想，我们的皮肤是人体最大也是最神奇的器官，它不仅有排汗、调节体温的功能，同时也具备强大的吸收能力。当您身体发热、流汗的时候，皮肤的毛孔是处于张开状态的，这时候那些紧贴着皮肤的饰品里面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就会溶解在您的汗液里，像坐滑梯一样毫无阻碍地渗透进您的皮肤底层，直接进入毛细血管，然后随着血液流遍您的全身。这个过程是静默的、持续的，您根本感觉不到任何不适，但伤害却从戴上它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今天李安就根据这些最新的检测数据，结合了多位毒理学专家、肿瘤科医生以及环境科学教授的意见，为您彻底梳理一份家庭健康黑名单，5大类最常见但也最危险的首饰榜单。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孕妇和小孩的观众，请您务必打起12分精神，因为这真的不是小事，它关乎的是您全家人的生命健康底线。我们一条一条来拆解，我会把原理、危害和真实案例都给您讲透。首先，排在危险榜第一位的，就是近年来专门瞄准中老年人，打着高科技、能量养生旗号的能量石和保健石。您在跟团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温泉景区、玉石市场或者所谓的磁疗养生馆里，肯定见过这种东西。它们通常被放在丝绒盒子里，看起来要么黑乎乎像煤晶，要么有一些奇特的花纹，旁边往往附着一张打印精美的说明书。销售人员的说辞极具诱惑力，他们会搬出量子共振、远红外线纳米技术、释放负离子、生物磁场等等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科学词汇，宣称这种石头蕴含宇宙能量，佩戴它可以促进人体微循环、净化血液、降低血粘度，甚至能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颈椎病，简直是包治百病。很多孝顺的子女或者本身就被慢性病困扰的长辈，一听能对健康有好处，觉得花点钱值得，往往一掷千金，花几千甚至上万块台币买一块小小的石头，天天当宝贝一样戴在心口或者腰间。然而，残酷的真相是，您花费重金购买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健康卫士，
而是一个隐形杀手。国内外多个权威检测机构，包括日本的国家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以及我们国内多个海关技术中心，都多次发布警示，这些来源不明的所谓能量石、保健石，很多都检测出严重的放射性超标，它们内部含有的放射性核素，最常见的是土232和铀232，这些放射性物质在衰变过程中会持续不断地释放出 alpha、beta、gamma 射线。我给您讲一个真实的、有据可查的案例。某地海关曾经在一名入境旅客的随身行李中查获了一枚鸡蛋大小的暗灰色深海能量石。当检疫人员用便携式辐射检测仪靠近它时，仪器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经过实验室精密测定，这块石头的放射性活度超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121倍。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这种高强度的电离辐射是人类感官无法察觉的，它不像噪音或者异味会引起您的即时反感，它会在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如同无形的子弹，持续穿透您的身体组织。它首要攻击的目标是您身体里那些生长活跃、分裂旺盛的细胞，尤其是造血干细胞。长期接触会导致白细胞、血小板数量持续下降，这意味着您的免疫系统会被逐步摧毁，身体抵抗感染和疾病的能力将变得非常脆弱。但更深远、更可怕的伤害在于基因层面，这些高能射线会直接击中细胞核内的 DNA 链，造成断裂或错误编码。我们的身体虽然有修复机制，但在这种持续、高强度的攻击下，修复系统会忙不过来，甚至出错。这些积累下来的 DNA 损伤，正是细胞癌变的根源。长期佩戴此类超高辐射的石头，会显著增加患白血病、淋巴瘤、甲状腺癌、骨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风险。科学界和医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严谨的科学证据证明存在某种量子能量石能够治疗疾病。所有相关的神奇疗效宣传，都是利用人们对健康的渴望和对高科技名词的一知半解，精心编织的骗局。如果身体不适，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如果您家里已经有这类来历不明的石头，无论它被包装得多么精美，听李安一句发自肺腑的劝告，不要再有任何犹豫，立即停止佩戴。不要觉得扔掉可惜，您的健康远比这块石头贵重10000倍。最好的处理方式是联系当地的环保部门或有资质的放射性废物处理机构，进行专业封存和处理，千万不要随手丢弃，以免造成二次污染。接下来，我们说说危险榜的第2名，这也是几乎每个爱美人士，特别是年轻女生，最容易踩中的雷区，价格极其低廉的仿真合金饰品。您回想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逛夜市的时候，看到摊位上那些闪闪发亮、设计时髦的耳环、项链、手链，款式紧跟潮流，价格却便宜得惊人，常常是100元3件，铜板价任选。很多人抱着就是带着玩玩，坏了也不心疼的心态，随手就买了好几件。网络直播带货里，这类产品更是泛滥成灾，主播用工厂直批尾单清仓等话术，把一堆合金饰品卖得热火朝天。然而，您为这份便宜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超出您的想象，这个代价最终将由您的皮肤和内脏来承受。为了在极低的成本下，让饰品看起来有光泽、有重量感，不易褪色生锈，许多无良生产厂商会在基础的合金材料中肆无忌惮地添加过量的重金属。这其中有2大毒王最为常见，一个是镍，另一个是镉。咱们先说说镍，我相信很多戴过廉价耳环、项链的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痛苦经历。刚戴上新买的首饰没多久，接触皮肤的耳朵、脖子或手腕就开始发痒，出现红斑。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自己皮肤敏感或者过敏体质，抹点消炎药膏应付一下就过去了。
但实际上这正是典型的镍过敏反应。镍是一种很强的致敏源，在欧洲等许多国家，对饰品中的镍释放量有极其严格的法律限制，而很多廉价合金饰品，其镍含量和释放量远超安全标准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如果说镍带来的还主要是皮肤表层的痛苦，那么镉的危害则深入骨髓，堪称内脏的慢性杀手。镉这种重金属加入合金后，可以显著增加饰品的比重，使其手感沉甸甸，显得有料，同时能让色泽看起来更加温润，有质感，从而以极低的成本模仿出高档金属的观感。但是镉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其毒性极强，在人体内代谢极其缓慢。有权威媒体曾做过一个市场暗访调查，他们随机购买了数款在夜市和网店销量火爆的廉价耳钉和吊坠，送到专业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重金属含量检测，结果令人头皮发麻。其中一款售价不到20元台币的耳钉，其镉含量竟超出相关安全标准近9000倍，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在肾脏里，镉会特异性损伤肾小管的功能，这种损害是渐进且不可逆的，初期可能只是尿液中微量蛋白增加而不易察觉，长期积累最终可导致肾衰竭，唯一的治疗方法就只有终身透析或换肾。因此李安在这里要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再贪图那种价廉物美的合金饰品了，越是那种掂量起来沉甸甸，看起来光泽耀眼，价格却低得离谱的，您就越要警惕，它极有可能是一个镉含量超标的危险信号。第三类我们要揭开的是两种披着纯天然文艺复古外衣，实则暗藏剧毒的饰品。第一种是常被制作成手链、项链的鸡母珠，您可能在云南、广西等一些热带风情旅游区，或者一些售卖民族特色工艺品的小店里见过它。它是一颗颗椭圆形的红色豆子，顶端约有1/3是醒目的黑色，颜色对比鲜明，非常漂亮，常常被商家冠以相思豆、红豆的浪漫名头出售，很多情侣或文艺青年会买来互赠，寄托情思，但这美好表象的背后隐藏着致命的危险。在植物学领域，鸡母珠有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外号，致命红豆或死亡之豆。它的种子内部含有一种剧毒蛋白质，称为鸡母珠毒素或相思子毒素。这种毒素的毒性烈度极强，其毒性是众所周知的砒霜的数十倍以上。一颗完整的鸡母珠种子内所含的毒素，如果全部提取出来并进入血液循环，足以导致一名成年人死亡。也许您会说，我只是把它做成手链戴着，又不吃下去，应该没事吧？问题恰恰出在佩戴这个过程上。首先，为了将豆子串成首饰，必须在每一颗豆子上钻孔，这个钻孔动作就已经破坏了豆子最外层的坚硬种皮保护层，使得内部有毒物质有向外渗出的可能。其次，在日常佩戴中，手链难免会发生摩擦、磕碰，豆子表面会产生细微的磨损和裂纹。如果您的手部皮肤恰好有微小的伤口，或者佩戴部位因为出汗、摩擦出现了肉眼难以察觉的皮损，毒素就有可能通过这个破口进入体内。最危险的情况是家中有不懂事的婴幼儿或宠物，他们如果被鲜艳的豆子吸引，放入口中啃咬甚至误吞，只要咬破种皮，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于这种美丽却致命的相思豆，我们唯一安全的态度就是绝对不要购买。如果家里已经有，务必妥善密封后丢弃，并确保儿童无法接触到。第二种需要高度警惕的天然陷阱是染色玛瑙。玛瑙本身是一种天然形成的二氧化硅矿物，本无大害，但天然的玛瑙，尤其是产量较大的普通玛瑙，颜色大多比较朴素，以灰白色、浅灰色、淡黄色为主，颜色鲜艳的天然红玛瑙、绿玛瑙等非常稀少且价格昂贵。然而，
您去逛批发市场、小商品城或者某些旅游商场，会看到大量颜色极度鲜艳、均匀的玛瑙手镯、挂件，鲜艳的苹果绿、血红色、亮紫色、明黄色，应有尽有，而且价格往往便宜的惊人，几十块、100多块就能买到一个手镯。请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当您遇到这种又漂亮又便宜的天然玉石时，就要在心里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了。它们极大概率是经过化学染色的 B 货，甚至 C 货玛瑙。染色玛瑙的加工过程堪称一场化学酷刑。首先，工人们会挑选那些质地疏松、孔隙较多的廉价灰白玛瑙原料，将它们浸泡在浓硝酸、浓硫酸等强酸溶液中，长达数周甚至1个月。这个过程被称为酸洗，目的是腐蚀掉玛瑙内部的杂质，并扩大其内部的孔隙，以便染料能够更容易地渗透进去。酸洗之后，这些被腐蚀的千疮百孔的玛瑙会被浸泡在含有各种重金属盐的染料缸里进行染色。染色完成后，为了掩盖酸洗留下的粗糙表面和裂隙，还会进行注胶和打蜡处理，使其看起来光滑润泽。尽管经过层层处理，但在玛瑙的微观孔隙深处依然会残留大量的强酸、重金属离子以及有机染料。当您长期贴身佩戴这样的染色玛瑙时，体温和汗液就如同一个萃取器，会不断将这些有害物质从孔隙中蒸煮、溶解出来，并通过皮肤吸收。短期接触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瘙痒、起红疹。长期累积，这些重金属和化学残留物会对肝脏、肾脏造成沉重的解毒负担，损害其功能。一些重金属还能透过血脑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面对颜色过于艳丽、价格又异常便宜的玛瑙，请务必收起简陋的心态，不买就是对健康最好的保护。第4类危险饰品，涉及2个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地位和美好寓意的物品，朱砂和文玩核桃。我们必须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它们作为日常佩戴饰品的风险。首先是朱砂，在传统民俗中，朱砂被认为是辟邪、镇煞的圣物。在中医理论中，它也是一味药材，有镇心安神的功效。因此，很多长辈喜欢给年幼的孙子孙女佩戴朱砂手链、吊坠，以求平安。一些信奉风水的人士也会随身佩戴朱砂饰品，从情感和文化角度，这无可厚非。但从现代毒理学和化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朱砂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汞也就是水银，是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重金属。在干燥、常温状态下，固态的硫化汞相对稳定，不易分解。但问题是，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恒温干燥箱。首先，人体皮肤的平均温度在30多度，这会为化学反应提供能量。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出汗，汗液中含有的盐分以及其他电解质，在体温环境下，可能促使硫化汞发生微量的化学反应，释放出极微量的汞蒸气或可溶性汞离子。这些汞物质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被人体吸收。对于成年人，短时间偶尔佩戴可能风险尚不显著，但对于皮肤屏障功能尚未发育完全、新陈代谢旺盛、吸收能力更强的婴幼儿和儿童来说，风险就被放大了。更令人担忧的是儿童的行为习惯，他们探索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吃手和把任何感兴趣的东西往嘴里放。如果孩子长期啃咬、吮吸佩戴的朱砂饰品，或者用戴着手链的小手直接抓取食物，就会导致汞直接经口摄入。慢性汞中毒对儿童的危害是灾难性的，它会严重损害正在发育中的中枢神经系统，影响智力发育、记忆力、注意力，可能导致性格改变、肢体震颤等。出于对孩子未来的绝对负责，李安强烈建议尽量不要给婴幼儿和儿童佩戴任何朱砂制品。
如果出于某些传统仪式必须佩戴，也务必确保饰品密封完好，并严格看管，杜绝孩子用嘴接触，且佩戴时间不宜过长。再来说说文玩核桃。盘玩核桃是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喜爱的一种休闲养生方式，认为在手中揉搓转动核桃，可以刺激手部穴位，活络筋骨，锻炼手指灵活性，有益身心。这个活动本身，如果方法得当，确实有一定益处，但危险藏匿于细节之中，关键在于核桃的保存状态。我们所处的环境，气候普遍较为潮湿，核桃是植物的果实种子，其内部并非实心，而是有复杂的腔室结构。在盘玩过程中，手掌分泌的汗液和油脂会浸润核桃，如果盘完后没有将其置于通风、阴凉、干燥的环境中妥善放置，而是随手放进密闭的袋子、抽屉，或者所处环境本身就潮湿，那么核桃内部潮湿温暖的环境就成为了霉菌滋生的绝佳温床。这里要命的不是普通的霉斑，而是可能产生的黄曲霉菌及其代谢产物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最强的化学致癌物之一，其毒性是剧毒氰化钾的10倍，是砒霜的68倍。它主要损害肝脏，是导致肝癌的重要诱因。您可能会说，我又不傻，发霉的核桃我当然不会吃，但危险在于间接接触。第一，您在盘玩发霉核桃的过程中，核桃表面磨损产生的极细微粉尘以及霉菌的孢子会漂浮在空气中，被您无意间吸入肺部，可能引发呼吸道感染或过敏，长期也有潜在风险。第二，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您盘完核桃后，手上会沾染看不见的霉菌孢子和毒素，如果您没有立即用肥皂彻底清洗双手，就去拿取食物、抽烟、揉眼睛，毒素就完成了手口或手黏膜的转移，进入了您的体内。最后，第5类危险，我想特别提醒所有家长朋友，尤其是家里有年幼小女孩的家庭。小女孩天性爱美，喜欢模仿妈妈，佩戴一些亮闪闪的戒指、手镯、项链等小饰品。很多家长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就在学校门口的小文具店、地摊或者网上购买那种一大包色彩斑斓的塑料首饰给孩子当玩具。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的儿童，这种干扰的影响可能是深远且严重的。对于小女孩，长期通过皮肤接触，甚至啃咬摄入过量的塑化剂，可能导致性早熟，影响子宫、卵巢的正常发育，对未来的生殖健康埋下隐患。对于小男孩，则可能干扰雄性激素的代谢，影响生殖系统的发育，孩子的皮肤更薄、更敏感，吸收能力更强，而且他们玩玩具时手口不分的特点，都大大增加了风险暴露的水平。因此，出于对孩子的爱和保护，请尽量不要购买这些劣质、廉价的塑料饰品和玩具。如果孩子喜欢，可以选择一些有安全认证的木质、棉质或食用级硅胶材质的儿童饰品，并且在玩耍后督促孩子认真洗手。讲了这么多，李安和健康知行频道的初衷，绝不是要让大家从此提心吊胆，什么都不敢戴，失去了生活中的乐趣和美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佩戴饰品是个人自由和审美的体现，但是在追求美丽和寓意之前，我们必须把安全和健康作为不可动摇的前提。为此，我想给大家3个非常简单但非常核心的选购和佩戴原则。第一，材质优先，宁简勿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优先选择材质单纯、化学性质稳定的饰品，例如足金、足银、铂金，以及医疗级的不锈钢或钛钢。这些金属性质稳定，不易与人体汗液发生反应，致敏性和毒性风险极低。对于玉石类，如果喜欢，尽量选择有正规鉴定证书的天然 A 货，虽然价格高，但安心。第二，渠道为王，拒绝3无。购买首饰
尤其是给家人佩戴的，请务必选择正规渠道，远离旅游景点的流动摊贩，没有固定门店的夜市地摊，以及来路不明的网络直播捡漏，尽量在正规的百货商场、品牌珠宝店或者信誉良好的线上官方旗舰店购买。购买时，主动索要并查看产品的标签、成分说明和合格证书。对于任何说不清材质、道不明来源的产品，无论商家吹得多么天花乱坠，一律不予考虑。第三，功能祛魅，回归本质，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饰品的基本功能是装饰，是审美，是情感寄托。任何将其功能神化，宣称能够治病、改运、调理身体、释放能量的，100%是营销骗局，其背后往往隐藏着虚假宣传，甚至如上所述的健康风险。健康永远来自于科学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和良好的心态，而不是一块石头或一个手串。最后，请您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花上10分钟时间去仔细检查一下您自己的首饰盒，如果发现了疑似能量石、非常廉价的沉重合金饰品、颜色可疑的染色玉石、给孩子佩戴的朱砂、有发霉迹象的核桃，或者那些3无塑料儿童首饰，请您为了您的健康，果断地将它们清理出来。希望李安今天的分享能够真正成为敲响在您耳畔的一记警钟。知识的价值在于分享和流动，请您务必将这期内容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您的这一次转发，可能就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健康提醒。我是李安，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触动，有所帮助，请您一定要为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点亮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健康生活资讯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